各位棋友，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索马盘河第7局。可以说今天这局有2步招法突破了天际。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同样也是延续前面视频的变化。红方进车过河，黑一方上马形成双正马。此时红方进兵，黑一方上马，这就形成左马盘河的基本阵型。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马8进7，此时黑方车1进1，形成了将来车1平6或者说车1平7，火力集结。接下来红方他的走法非常的明确，兵5进1的话打通中路，此时黑一方挑起战端进卒。红方如果说这里吃掉的话，那么回马踩着车，当然不能这样走。车2平4抓着马，黑一方进卒吃掉，寻求交换。红方继续发展中路的优势，此时黑一方炮8平5，既守护补后中路，同时将来反击。红方进兵吃掉。当然这里或许大家会认为退车吃马，其实这一个走法又会还原到前面3局的变化。吃完之后黑一方上马吃掉兵，这个棋局之下，现在轮到红方行棋，红方有先手的主动权。那么前面我们有提到，红方目前来说有3个走法：平车吃马、退车吃马，以及马3退5，还有比较积极的走法车9进1。前面3局可以说红方在这里应对得当，还是能够形成和棋，稍微疏忽的话就只能落入后手。本局我们看他最后一个不但积极，而且比较稳重的走法，退车先吃马吃掉一个。那你吃完一个，黑一方也进卒吃马先吃一个，吃完之后，现在红方这个局面之下又有3个走法。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黑一方这个阵型的话，现在黑一方这个中路马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那么红方就围绕着这个马采取了相应的手段，它有炮8进4打马，还有车4进1吃马，当然还有简化局势的进炮打掉炮，然后再来一个后手吃马。我们分别来看第一个变化，进炮打马，现在黑方如何巧妙解围呢？那这里可以说守的话子力被牵制，肯定是不划算。黑方在这里来了一个绝地反击，进炮先打掉，因为你最为厉害的话就是这个中路炮形成牵制。那么现在就交给红方2个抉择，是飞象吃掉炮还是平炮打掉马呢？首先我们看最为直观的就是飞象吃掉炮，那么你这里一吃的话，车1平5守住马。可能大家会认为常规思维的话，车在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得当，随时担心红方有平炮。但是这里我们既有炮2平5形成一个拦截反击之势，同时红方这个炮已经走到偏门，不用担心他抢夺中路。那这样的话，即便是现在你想吃马的话，车4平5形成一个双抢的话，黑方可以回马。那么好了，这个局面之下，车要不要对掉呢？如果说红方直接进车对掉的话，我们称是吃掉，这个小卒将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平卒或者说进卒都能是破掉他的士象。当然在这里还有炮2平5的先手棋。那现在红方如果说这个车不对的话，闪开，比如那么我们依然是炮2平5将军，你现在称是还是飞象，还是说上马补后中路呢？这时候我们都可以抽刀断水，比如说称是我们平车抓炮。那现在的话既活通了自己的车路，同时也是松开马腿，将来马6进4形成拐角马，双车非常的通透。可以说局面继续发展的话，红方目前来说已经丢失了先手，黑方既有中炮的加持，前方又有先锋小卒，可以说黑方能够稳住局势。由此可见，红方飞象吃炮的话容易落入后手，那么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平炮打掉马，打完之后黑方炮5退2形成空头的优势。接下来红方是进车抓炮呢，还是车9进1呢？实际上这2个走法相差无异，但是进车抓炮的话反而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你进车抓不抓炮的话，黑方都有
炮二进四。你现在还不敢平车抽，如果说平车将军抽的话，那这里称是将来无论你抽哪个车都没有办法缓解我们平炮重炮杀棋。所以说在这里他还不得不回防跟住尾炮，黑一方退炮。那么好了，这个车相对而言退回去了，同时黑方多走了一步棋，所以说在这里反而帮助黑方。好，我们看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在这里抢先车9进1，目的车9平4的话，借助空头炮的优势，双车夺底士就会有杀棋。那么在这里看起来好像黑方很危险，实际上黑方依然是炮2进4，故技重施。现在你平车站内的话，你是来不及的话，必须得防守一步。红方退车抓炮，黑方炮退1。此时红方车9平4。那么好了，看起来现在进车砍士就是杀棋呀。换做我们常规思维可能说走到这里就已经感觉到压力山大。比如说象棋进9的话，先防守一步，实际上这样走的话会容易落入后手。那接下来黑方又该如何行棋呢？这里就体现了我们审局夺势，这里有一招突破天际的思维。棋友们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看看你能不能想到呢？可以说一旦走出这一个神之一手的话，红方就只能缴械投降。我们就话不多说，车1平6。看起来这步棋非常的不可思议，常规思维很难想得到。这里是虎口陷车实际上是调虎离山。如果说进车吃平炮杀棋，那么好了，现在他也不敢吃我们的这个车，他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走法，车4进1，目的依然是跟住这个炮，同时形成霸王车。那现在又给黑方设置一个小陷阱，看起来黑方很容易重炮将军。我们在这里不妨演变一下，比如说重炮将军的话，红方只有平车砍掉炮。当你进车吃掉车的时候，正在你高兴的时候，红方退炮打掉炮。这里来一个将军，无论你飞象还是称士，他都有平车把车给抽掉。那现在这个车一旦抽完之后，大家就会发现红方是车马炮3子，黑方是单车卒，黑方把自己给玩死了。所以说这步棋相当的重要。我们继续把这里摆回来，看看黑方到底该如何巧妙行棋呢？那么在这里先前平车过来虎口陷车了，可以说是一步好棋。那么接下来这里还有更加绝妙的车8进8。可能大家会想到，先前能够想到这一步棋就已经很不错了。那车8进8又走出这样一招了，那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那比如说现在如果说平车吃炮的话，那显然我们进车吃车，红方得不偿失。那现在他要么进车吃，要么平车吃，这几个走法我们都不妨看一下。显然不敢前车吃，重炮有杀。那比如说车4平2吃掉的话，黑方进车吃，那现在他就会发现有问题了。既有平炮重炮杀棋，同时还有炮打炮。你即便是帅5进1的话，既拦住了自己这个车，那将来小卒能够兵临城下，这个炮迟早会被收拾掉。反而局势之下，黑方是车双炮，还有一个小卒，红方是车单马，显然红方容易落入败局。所以说在这里哪一个车红方他都不敢吃，他也只能另谋他策。那现在他又是比较好的走法，车4进3，依然是保留霸王车，同时还有平车砍炮这样一棋。那先前我们说了，平炮的话显然是这个败招。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黑方可以说这一步棋是非常的眼光独到，抓准时机来了一个过门战术，平炮打底象，借助空头炮的优势进炮打象，同时这个车是封锁下二线。现在他是撑不起来，有象无处飞，老帅也不能动。一旦炮打底象的话，就能够形成十字炮的杀棋。即便是你现在平车砍炮，我进车吃车也是一个简单的交换。比如说这样走的话，先手进炮打象将军，然后再次吃车。
双车同时有底炮，红方只能投降。那么好了，他化解这个危机的比较好的走法就是炮5平3跟住。你打的话，他打回去能够把底线守住。接下来黑方简化局势，进车吃掉，红方也进车吃掉。走到这里，黑方炮5退3，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加有力度的打出去，将来能够飞象，依然是保留着进炮打底象，这样杀棋。现在炮不敢动，车又不好动，随时要防止我们这里有中路炮。他比较好走的就只能选择上马。接下来黑方平车抓马，这个马退回去不太合适，前进的话上马吃卒，容易被进车捉双。红方退车看守住，走到这里黑方选择进卒，依然保留了进炮打象的先手。那这里同时还有新的一层含义，就是卒7平6，再卒6平5的话，形成了平定贯杀棋。这个中路空头炮始终对红方形成了火力上的压制。所以说在这里这2个走法可以说非常的突破我们的思维。棋友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精彩呢？如果说觉得还不错，欢迎点赞支持一下。我们返回到先前棋局，在这个局面之下，那现在红方还有第2个走法，进车抓马。黑方这个马是一个致命的缺陷，被红方中炮拉扯住走不开。那现在怎么办呢？想保留实力，仅此炮2进1，先守住。此时看起来红方有进兵以及马7进6，其实这2个走法都是能够容易落入后手，因为黑方可以主动出击。那在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前面2局已经做过充分说明，红方不占任何便宜。那么接下来红方走法选择主动出车跟你交换，进炮打掉，黑方飞象吃掉，吃完之后接下来平炮打掉卒，把这个小卒的优势先给消灭掉。接下来黑方上马，这里炮打着车，马踩着马，退车回来防守，此时上马踩掉。好了，平车一吃，相信棋友们走到这里就会发现，棋局之下黑方再次进车，也是为了防止平炮中路将军将来这个炮容易被牵制。那这里走完之后，大家就会发现现在双方都是双车炮，兵卒一样势向全，继续发展双方也是很容易形成和局。在这里红方还有第3个走法，先手进炮打掉炮，主动寻求交换。当黑方飞象吃掉的时候，他再次平炮打掉卒，夺得一个小小的优势。那么走到这里，黑方稍微要注意一下，红方既有平车抓马，同时将来还有炮3平5的话，反架当头炮。当你撑势的时候，这个车就过不来。所以说黑方这里来了一个先手，先平车抓一步炮，先把这个车走出来。那么红方顺势炮3平5，形成中路牵制。走到这里，将来还有进车抓马，或者说平车抓马。黑方未雨绸缪，提前炮2退1，防止他来这么一手棋，将来有炮2平5。那么接下来红方抢先平车，现在显然是前车后炮的话，这里势必要在这里夺子。你进车看，无论是进哪个车他都是进炮打掉，然后再次将着军。显然黑方会丢子，那么黑方接下来又该怎么走呢？可能这一步棋不太容易想到。看守不住平炮的话，他依然是用炮打。那这里就走了一个马5进7，借助飞龙在天看守。现在如果说你平车吃马想抽车的话，我们正好飞象把车给吃掉。即便是你有空头炮的优势，但是双车一炮随时有反架当头炮，并不可怕。那红方在这里不能吃马的话，选择先手进车吃象将军。此时黑方平炮先塞住，你现在车走不开没办法抽。那现在红方这个车还在黑方这个巷口里面，逃车势在必然。他要么车5退2，要么车5退4，这2个变化实则很容易落入后手。
首先我们看车5退2，这是最为眼光招。黑方上马的话，这里踩着车，卧槽就有很大的攻势，同时挂角就是杀棋，显然这步棋不可取。所以说在这里红方他比较稳妥的就是车5退4。那现在黑方正好借助红方这个车走不开，进车捉车来一个顿挫。你现在车闪开的话，我平车可以过来压马，同时还能上马。他没有办法，车9进1，因为有马看守住，就先不动。快速起车的话，目的守住下二线，防止黑方这个相位马前可攻，退可守。此时黑方简化局势，平车吃掉，红方上马吃掉。吃完之后再来个马7进8，暗藏挂角以及卧槽这样的棋。但是这个棋局继续发展下去红方他可以主动进炮打掉炮，寻求一个交换。一旦交换完毕之后，现在大家就会发现双方都是车马，而且兵种齐全，不多兵不多卒，容易形成和局。好了，棋友们，今天这局就先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让当头炮琢磨不透的后手单提马布局。红方跳马，黑方快速起横车，这里就保留了马8进7形成屏风马以及马8进9单提马两种变化。红方快速出车，黑方选择跳边马，接下来挺兵制马，平炮避让一手，形成比较明显的单提马布局。接下来红方在这里前面有了形成炮8平7，还有冲兵直接进兵过来骚扰，将来平炮秒马。当然单马守中卒容易给对手一个误区，直接快速进炮，形成双炮抢夺中路。这个走法在前面开局我们已经讲过类似的走法，本局呢我们稍作复习，然后再为大家分享新的变化。红方一看，直接取而攻之，黑方上马一吃，红方进炮一打，接下来形成空头炮，看起来不错。但是黑方有后手，进车捉炮，退交给当头兵来看守。这时候咱们回马，将来形成中路看守。那当务之急，前面我们讲了有上马，当然比较快速的就是进车，将来形成抽子。黑方一旦上马的话，红方是无计可施。咱们也稍作演变，比如说现在咬着炮的话，中路一将军，黑方称是，现在他还不好抽车，上马把炮一踩看住了，如此红方丢子。那么当然在这里将军也只好选择抽炮，黑方比较简单的可以平炮，直接反加当头炮，当然这里还踩着你的炮，也可以直接上马把炮直接踩掉。红方如果说冲兵把马吃掉，黑方先手一将军，如此的话我们来盘算，黑方是双炮，红方是双马，在开局场兵器作战的话，黑方是明显占优。那么当然在这里如果说不吃马的话，先手吃炮呢，同样如此，咱们飞象打车，当你退的时候还可以抢一步，双车叫杀的话称是，然后跳马逃之夭夭。如此的话黑方依然是出子比较快，而且兵种比较齐全，明显是大优局势，取胜也是时间而已。当前局面，红方直接进车，将来想要平车，中路形成抽将之势，黑方已经回防，红方占不到任何便宜。那么本局棋红方采取调转方向，意在平炮打马，将来秒底象，就把这个难题交给黑方，马一走开的话，迅速底线将军，然后大军杀到，形成底线抽将之势。接下来黑方必然是进车看马，红方一看这简直不要太好，我进车过来双抢，明知道这个马已经要弃之了，黑方抢先一步，先手来个
双车叫杀，腾挪顿挫一步，红方跳马防守，然后再来一个当头炮。红方成势，接下来在这里按照我们常规走法，可能我们就会想着退炮形成一个砍手，然而黑方是将计就计，你这里要进炮打马，然而还充足威胁你打，这是几个意思，让人真是琢磨不透。红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直接先手打掉，然后退炮，先弃后取，得回失子。红方平车，出车也是必然走法，黑方死子不及吃，形成双车站内。那接下来走到这里也是没有办法，先飞象巩固中路，防止将来中炮形成致命的缺陷。这时候黑方平炮打掉，打完之后他的车牵制黑方无根车炮，然后再度进车，目的就很明确，把车先手杀出来形成牵制，下一步棋可冲边，而且也是掩护上马。好了，接下来走到当前局面，大家不妨来看看，换作你是黑方的话，如何走出气势如虹的惊天妙手呢？在这里黑方直接来了一个弃炮，进车卡住。现在你平车一吃炮的话，咱们进炮一打象的话，先手一将军，这个是无论撑底下还是撑上来，可平炮打马得回失子，如果退的话，进车下二线将来容易形成平顶贯杀棋的手段，那没有办法，中象还不能不保。如果说退回去的话，这里很明显再度摆上炮，当然也有进车形成双车卡喉。所以呢，在这里呢，与其如此，回马提前守住象，黑方再度进车卡住，目的很明确，下一步棋依然要进炮打象，这个象一打就直接杀棋了，没办法。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看看红方接下来如何应对，他比如说有飞象的话，咱们可平炮，将来炮打底势的话迅速能够成杀，也可以直接平炮中路形成强攻。所以在这里红方也是苦于无奈，选择退车看守住。接下来黑方腾挪一步，双炮瞄准中路，下一步棋就是很明显了，先前你飞象的话，这里有所顾虑，现在是不得不飞，因为进炮一打的话，你吃与不吃都是很难抉择。好了，走到这里他也只好把象飞开，也是仅此一个点位。黑方并不着急充足吃象，而是先手退车，将来掩护中路形成强攻。现在红方一看，这该如何是好呢？象显然不能逃啊，因为这个象一旦走开的话，这里就很明显了，可进炮直接一打的话，如何招架呢？中间不敢飞象，不敢平车，因为进炮还有打，你即便是飞象的话，在这里也很难受啊，将来还是有进车，然后进车形成牵制。上马直接吃的话，这个走法相信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下一步棋很明显的进车砍式杀棋，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好，我们返回来，我们来看看，在这里红方当务之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主要是这双炮火力集中中路太厉害了，他也只好选择退车跟住炮，必要的时候弃车砍炮，缓解杀棋。好了，走到这里，接下来黑方如何入局呢？充足一吃，红方吃掉，然后平车压马。这步棋可能感觉有推波助澜帮助红方离开了那道线，这不正好平车守住吗？红方退车，那为什么黑方要这样走呢？主要是有两种目的，第一，按住这个马，第二，核心思路平车吃掉兵，将来把车调过来的话，一旦进车底线的话，双车形成杀棋。接下来红方有两个策略，一攻一守。首先我们来看
最明显的就是双车夺底式，感觉这里有先手可乘之机。但是黑方进炮一打的话，红方就傻眼了。中路先手一将军，你平车的话肯定是不合适，把士又撑不开，也是仅此一步。飞象，现在好像黑方没有招了，但是这里乘势把车一赶走，这个车还不能随便乱走。比如说退一步的话，黑方双车直接叫杀，这里就很明显，先前通过对调兵卒的话，退车回来的话，就是形成一个迂回策略，形成杀棋。所以在这里当务之急，乘势吃车的话，他也是仅此一步，退到这个位置，你再摆过来的话，他直接平车把炮给砍了。如此的话，咱们就直接弃炮破势入局。现在很明显，这个炮你不吃也不合适。比如说退车的话，这个马丢了，不吃的话，炮一闪开也难招架。如此一吃的话，将军再度将军请上2楼，然后平车叫杀，还好有马看守。但是再度进车的话，难逃一劫，直接杀棋，前方进攻无路。回到节点，我们继续看红方防守的策略，车8平7，这也是无奈之举，既守住马，也是防止平车站内双车形成霸王车，它可以退车底线防守，也是不让平车甩过来。接下来黑方又该如何出招呢？此时一招移形换位，拆掉中炮，前方是凶猛的中路进攻，他已经有所防备。此时的话，炮5平7，将来可打马，还有平车闪击吃兵的话，这里吃着车，这里炮打几下是闷杀。那么在这里，他如果说再度平车过来的话，咱们乘势反而捉着车，将来还打着马，肯定是不合适。只好采取退车回来，形成一个双层保护。好了，走到这里，黑方进车形成压制，红方一看，现在的话当务之急选择飞象，感觉这是补后中路，也是引诱进炮打象，看起来还不错，避免了将来进炮打底线形成闷杀。但是在这里黑方平车砍掉中兵，这是几个意思呢？这不是给红方有机会吗？这里红方一看，我不正好弃车砍底式，先手将军，然后后手把车给吃了吗？好了，走到这里看起来不错，从天而降的杀法直接走出来，进炮打中象一将军，红方就只能缴械投降了。首先说明车吃炮的话，进炮底线闷杀。那这个将之军不吃炮，是无论撑到哪边的话，咱们都有进炮底线，形成十字炮，有势无处撑的直接杀棋。可见这个车锁住脖子，最后形成一剑封喉，直接结束战斗。下象棋在很多时候能够巧妙入局，快速攻杀，非常的关键。那么今天呢，将为大家介绍2个弃车砍象快速做杀精妙的手法。好，一旦把对方2个象拔掉之后呢，后方的进攻可以说是势如破竹。我们直接进入开局，红当头炮，黑马2进3，红上马，此时黑走了马8进9。那么它比较好的走马8进7的话，形成屏风马，显得4平8稳。但是这样走单体马之后呢，红方主要的进攻思路就是将来从中路突破。此时红方出车，黑方炮8平6，它也有炮车9平8以及车9进1。那么这里走了之后呢，主要第一它有视角炮的威力，同时还有防止红方上马，它将来可以进炮打串，这样也是抑制红方出子的速度。此时红方主要进攻从中路冲兵，黑方目前来说选择象3进5，它的好处是将来在补士出贴身车。此时红方再次进兵，黑方进走吃掉，
吃完之后呢，红方进车抓卒。那么前面呢有棋友们提问呢，那这里抓卒的话，我先不称是，我先卒5进1怎么样呢？如果说你再进卒的话，红方退车，始终抓住你这个卒，反而帮助红方行棋。你再往前走的话，这里跳马的话，显然黑方在开局浪费步数，眼看保不住，士4进5，将来出贴身车，红方品车吃掉。吃完之后呢，黑方车1平4。那么好了，走到这里之后呢，相信棋友们呢，如果说不看古谱的话，可能感觉这个阵型黑方4平8稳，它的子力比较通畅，同时每个子显得非常的顽固。那么看完古谱大家就会发现马8进7，将来形成中炮盘头马是非常不错的方式。那么好了，前面我们介绍过，当红方跳完马之后，黑方有进炮过来打串，还有第二个变化车9平8。显然前面2局黑方进炮打串都是得不偿失，红方采取一个先弃后取。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它第二个变化车9平8，迅速出车。那么它的好处就是现在黑方2个车非常的通透，虽然说丢掉一中卒，但是它的子力相对红方来说红方子力目前出动速度比较慢。好，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红方又该如何走呢？马7进5，将来就能够在马5进6，马5进4就能够攻上来。此时黑方选择卒9进1，他的目的是不管你跳哪边的话，他都能够进车既能够给你牵制住，同时还有进车跟你对调。对完之后呢，显然红方在这里子力稍微没有黑方有优势，因为黑方4路车非常的通畅。那么此时红方先炮8平9，抢先准备车9平8亮车。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又有2个变化，第一是卒3进1，第二是车8进4。首先我们看比较顽强的卒3进1，它的目的是将来进炮打车，一旦把车打回去之后呢，显得它的子力能够守住巡河位置。此时红方车9平8，黑方又有2个变化，进炮打车，还有炮2平1，一攻一防。首先我们看他进攻的思路，那么这里打车的话，如果说你退回去了，那么显得你中路的车马炮3个子没有什么攻势。那么好了，接下来棋友们该见证你杀法的时候呢，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看看如何巧妙入局呢？这里我在开局已经为大家提示过了。好，我们直接为大家走出来，相信棋友们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个弃车砍中象，不知道能不能打破你的思维呢？黑方飞象就吃掉，红方进炮打掉。这里一将军主要是刚才通过弃车把黑方子力引入一个尴尬的境地。这里将军黑方是仅此士5进4。那么接下来红方车9炮9平5，形成中路加强火力。那么好了，接下来平炮打马，将军还有马跳开的话，就是个重炮绝杀。那么现在黑方又有2个策略，要么车4平2保住2路炮，因为你如果说车4平3保马的话，是始终保不住的。可能朋友们也会认为我这里能不能炮6进1以及炮6进3呢？实际上这样走都是不行的，因为你进炮的话，同样是打完马之后，这里一将军再反打马，这里还有进车吃炮，黑方在这里是丢的落花流水。所以说古谱2个走法，我们先看它车4平2，心想这个马弃就弃掉了吧，先把这个炮先保住再说。那么此时红方就走得非常的简单，并没有用炮打马，而是上马将军。这里也是为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精妙的连贯性。跳马将军中路重炮，黑方只能将5平4，此时再吃马。这里右将军反而把黑方这个2路车也给抽掉了，将4进1，上马再吃掉，黑方也只能再退将，因为中路来不了。这里又通过顿挫招法，
那么好了，此时再次进车吃炮。相信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也只能呢缴械投降认输了。即便是你现在老将动不了啊，现在退士的话，防止红方进车杀的话，但是也是为时已晚了。红方可以进车将军，黑方只能呢将士再进一。那么好了，感觉刚才打马也打不到，这里还吃着炮啊。红方只需要轻轻巧巧的一个炮5平6，接下来回马就是个绝杀。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当红方平炮闪开以及跳马重炮将军的时候，黑方提前将5进1，心想你平炮的话，我这里还能够中路平炮挡枪，你跳马的话，我吃你炮。但是红方走的比较简单，平炮打掉马。这里一将军呢，黑方只能呢将5平6。首先我们说明呢，如果说炮6平5的话，那这里又是白送吃子，红方完全可以再打回来。他走将5平4的话，红方平炮这里一将军呢，又把底车给抽掉了。所以说他最为稳妥的就是将5平6，此时红方再次平炮打掉。这里打完之后，假如你吃我炮，我再是吃你炮，那这样的话，红方在这里赚了很多子了。黑方也没有办法，只好选择吃掉。此时，兄弟们看看，是进车吃炮呢，还是另辟蹊径呢？当然呢，经过前面很多的招法分享，高手应该能够看出，我们有杀先看杀，直接车8进1，再次平车照头来一棒子的话，就是个绝杀无解。这要比进车吃炮砍炮来的爽快的多。那么现在黑方啊，将在3路非常的危险，他即便是退下去的，也是无子可挡。他比较顽强的，只能呢车8进4走巡河，既有炮来守护车，同时延缓我们进攻的脚步。但是红方啊，依然平车将军，他这步棋啊无济于事。黑方只能平车挡枪，红方跳马吃掉。此时黑方再次平炮打掉，红方进车砍炮，依然是来了一个绝杀棋。这里一将军呢，黑方只能将5平6。此时后方力量，中路盘头马依然是非常精妙的绝杀手法。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弃车砍象的招法非常的精彩呢？这是红方平车抓炮，黑方炮2进2打车的一个变化。那么他还有第二个思路，炮2平1，进攻不成呢，就只能选择避让防守。那么好了，相信走到这里啊，棋友们又会发现，此时如果说再次弃车砍象的话，显然不成立，因为他始终有炮1平5以及象7进5两个子啊防守中路。那相信呢，高手一看中路盘头马，立刻就进攻上来。将来再有进车卡住，同时马踩中象的话，一马换双象，骑士必英雄。那么好了，黑方赶紧进车啊，牵制住。这里先牵制住红方的车马，此时红方进车捉双。这里看起来好像捉不到马，实则在这里啊，第一通过抓炮，第二同时在这里起到一个抵达对方阵营。相信棋友们呢能够看到双车以及马炮4个大子已经从中路以及他的侧翼展开了进攻。那么黑方选择进炮打掉。那么好了，这里又有非常精妙的入局手法。棋友们呢不妨再次暂停一下手机屏幕，看看你能不能再次想到这个巧妙的杀法呢？相信呢棋友们在开局看到我点评之后呢，相信大家也不难发现呢，这里有一个上马踩掉中象。如果说你进车砍象的话，显然步数啊稍微慢了一点，同时在这里他车在巡河以及内道有车两个子力啊在这里起到一定的防守。那么这里上马踩象呢显得比较凶狠了。那么黑方又有2个变化，平车吃车以及飞象吃马。首先我们看他如果说吃车的话，那2步棋啊就能够决定胜负。红方跳马一将军，黑方只能进车啊卡住马腿，此时进车啊就是个绝杀。所以说在这里对方弃子的话，那势必有非常巧妙的攻杀。好，我们返回来看看它第2个变化，也是今天最为精彩的地方。那么这里显然吃车不成立啊，
飞象吃马显得稳固一点。那么好了，棋友们不妨再次暂停一下手机屏幕，看看接下来是进车砍象呢，还是进炮打象呢？其实这两个变化都是非常的凶狠。那么比较直接的就是进炮打掉，这是连续采取一个将军的招法，将军黑方也只能士5进6进4。那么好了，再次平车，白吃你黑方一个车。现在黑方怎么办呢？你上马吃车，红方平炮重炮绝杀无解。如果你在这里不吃的话，也是平车吃马，同时在这里也是多丢大子。由此可见呢，今天这一局啊，为大家展现了一个从开始破对方的双象进行入手，巧妙做杀的手法，非常的精妙无比。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精彩呢？如果说觉得还不错，欢迎评论区点赞交流，再来一个666也是对我的一种支持，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